我和江叔同时重生了。生前我是被他宠冠后宫的荣贵妃，死后亦与他同葬寝陵。可这一次，我等了3年的选秀名单上出现的却是嫡妹的名字。我恍然意识到，这辈子他选择了避开我。后来我听从父亲的安排，定下婚约。宫宴结束，谢小将军亲昵地抱起我，共乘一辆马车。身后向来冷静倨傲的帝王却悄然攥紧了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上一世，从进宫后，我就备受江叔的宠爱，他亲手给我做风筝玩闹，生病时依依不解带的照顾我。我与他的相处模式如同寻常夫妻一般。临终前，我拉着他的手，笑得开心。陛下，下辈子啊，臣妾要比皇后娘娘更早地遇见你。他眼眶湿润，紧紧把我搂在怀里，应了声阿恒，下辈子我娶你为妻。死后，我与他同葬寝陵，他给了我独一份的偏爱。我想，唯一的遗憾大概就是没能与他生儿育女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16岁那年。这一世，江叔还是太子，尚未登基。我早早让爹爹请来江南游医替我查他脉象。他无奈地摇摇头，你这丫头从小壮如牛，怎么会有暗疾呢？我眉头一皱，反驳道，就有，我要江南游医替我诊脉。在后宫的10几年里，御医说我年少时伤了，根本才不宜有孕。我又气又急，不能给江叔诞下个子嗣。他有几个皇子公主，而我和他却没有。即便江叔一直安慰我，可还是遗憾。这一世，要是能和他有个孩子，才算得上圆满。江南游医到时，妹妹荣珍担忧地瞧了瞧我，可是不舒服。我别扭地选择默不作声，而他似乎也习惯了我这样对他。游医替我查看脉象后，一脸深思地盯着我看。这位姑娘脉象宏大有力，较常人之脉更为强盛。妹妹轻笑了一声。我也明白，游医是在夸我的身体健壮，根本没有暗疾。可为何前世的御医会说我伤了根本，不宜有孕？我不信游医的话，央求爹爹再给我寻来神医瞧瞧，甚至安排身边的嬷嬷去寻找外地大夫过来诊脉。爹爹对我的行为很无奈。大夫不是说了，你的身体没有暗疾，为何不信呢？我手里正拿着嬷嬷刚寻来强身健体的偏方。爹爹，这件事对我很重要。说着，我的声音染上哭腔。爹爹愣了愣，叹息一口气，夺过我手里的偏方。这你别吃，爹爹我进宫去太医院替你求一方。我瞬间欢喜起来，还是爹爹对我最好。我爹宠溺地注视我，那我此刻就去。爹爹前脚刚走，我后脚进了妹妹的院子。她躺在美人榻上小憩，见我过来，脸上闪过一丝愕然。姐姐，怎么来了？我想起前世，自己莫名讨厌这个妹妹，可最后在宫中遇了事，也是她第一个替我想办法。后来她出嫁，夫君却不是良人，死的时候瘦的一把皮包骨。我只想告诉你，不着急婚配。可眼下妹妹15，及笄不久，已有不少媒人过来提亲。妹妹捂着帕子笑出声，好啊，总要在我进宫前替她选个好夫婿，平安顺遂一辈子。过几日的簪花宴，你与我同去。届时不少青年才俊会去，江叔肯定也会参加。这次自己要早早得到他的青睐，先入东宫也行。想着，我不自觉地弯了弯唇角。傍晚，爹爹替我求来了强身健体的药方，并劝道：“这药很苦，不想喝就不喝。”我摇了摇头，要一直喝。小丫鬟熬了药递给我，在我爹的注视下，我一饮而尽，药汁的苦涩在口腔翻滚。我生生憋出一滴泪，又咽了下去。爹爹，我喝完了。可他别过脸去，没敢看我。我从小就怕苦，所以爹爹一直逼着我跟他锻炼身体，能不吃药就不吃药。他声音有些哽咽，那我先走了。我望着爹离开的背影，嘱咐小丫鬟1日3餐都要喝。簪花宴那日，我特意穿上江叔喜欢的海棠红被子，满心欢喜地等待遇见他。身侧的妹妹见状，好奇地问：“姐姐，你傻笑什么呢？”我抿唇：“你不懂。”到了皇家后院，芍药、牡丹开的正艳，各家小姐聚在一起唠嗑。
妹妹害怕地拽住我的衣袖，姐姐，我抓住她的手，怕甚？又不会吃了你。环顾一圈后，都没看见江叔，我有些失落。今日的簪花宴较为宽松，与平日里常规礼仪不同。听说是皇后为了太子江叔准备的选妃宴。突然一声嗤笑打断了我的思绪。这是谁家的笨姑娘，居然学着东施效颦？我循声望去，说话之人的身侧也站着一位身着海棠红被子的姑娘。她回头看向我，我嘴角的笑顿时凝住。是未来太子妃林静然。明明上辈子我与她皆未参加这场宴会，这一次她不仅参加了，还与我一道穿了江叔喜欢的颜色的衣服，手无意识地攥紧。林静然对我微笑颔首，可我满脑子都是她是不是也重生了的想法。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我和林静然穿了同色的被子，几道讽刺声砸入耳中。还是林家小姐穿得好看，整个人优雅端庄，不像荣家小姐另辟蹊径呢。谁说不是呢？偏偏这个荣家小姐是个傻的，穿得像个妖虫的粉头。我本不适合海棠红的衣裙，此刻更像个戏子，供人嬉笑，难堪极了。妹妹故意将一杯茶洒在我的裙摆上。姐姐，这件衣服湿了，咱们换件衣裳吧。我白着脸跟随小宫女去侧殿，重新换了一套适合自己的衣裳。铜镜里映出重新收拾一番的我。江叔说过，他很喜欢我的眼睛，眼尾微微上翘，特别清澈灵动。换完衣裳，我着急回到后院，一阵欢呼笑声，原来有几个世家公子过来了。我远远就瞥见熟悉的身影，心中一喜，急忙走上前，却听见林静然羞涩的声音：“太子殿下，这不合规矩。”我的脚步顿住，映入眼帘的是江叔正折下一朵艳丽的牡丹簪在林静然的发髻上，一股酸涩涌上心头。两人对望着，眼里没了旁人，郎才女貌，十分般配。这朵牡丹很衬你，静然姑娘。江叔的唇角小幅度弯了起来。前世他陪着我玩闹时，也是这样宠溺又无奈的笑。我攥紧手帕，下意识地逃离。林静然像故意一般喊住了我。江叔望向我，眸中已经恢复一片清明，嗓音润朗：“容大姑娘，你的手帕掉了。”我慌乱地捡起手帕，走出后院。等我冷静下来，看清手中的锦帕时，又是一阵慌张。我也不知这手帕是谁的，想着便抬手扔进壶里。刚要松口气，身后传来一道戏谑的声音：“这位姑娘何故将我的手帕扔进壶里？”我转头，视线在空中相撞。她愣了愣，手指不自觉地蜷缩起来，古铜色的脸上似乎透出一抹红晕。我才不会和她解释，于是匆匆跑了。等我再次回到宴会时，却寻不到江叔的身影，连林静然也未能看见。上一世我进宫时，林静然刚生下皇子，却因为产后虚弱，只能偶尔见上一面。彼时我已深受江叔的宠爱，骄纵惯了，从不把他放在眼里。如今，姐姐，听到妹妹的声音，我陡然回过神。我累了，我们先走吧。可我还想再等等江叔。妹妹的脸渐渐泛白，我只好握住她的手，先行离开。往后每一次的宴会我都会去参加，可偏偏一次都没遇见江叔。许是他忙于公务，没空参加。我暗暗安慰自己，又劝说爹爹支持江叔。同年秋，江叔登上了帝位。来年春，我满心欢喜地等待选秀名单，却听闻今年没有选秀。没过几日，圣上下旨，林氏得秉柔家，幸姿殊甚，今册为皇后，正位中宫。圣上甚至亲手设了一对大宴送去林家，如同上一世一般，林静然成了皇后。即便我知道江叔未能与我一样重生，无法实现上辈子的承诺，可看到掌心为他绣的香囊时，眼泪还是止不住。我赌气般剪碎香囊，香料一点点滴落在地上，又突然后悔了。上一世的自己是明年才入的宫，或许可以再等等。我捡起碎布，抹掉眼泪，又缝补起来，指尖被扎出一滴血。爹爹敲门进来，我仓皇地低下头。恒儿，你也可以相看人家了。我哽着声拒绝，再等等，说不定明年我就能进宫当娘娘呢。爹爹瞪大双眼，以为我疯了。
进宫有什么好的？我小声反驳，可我就喜欢帝王。江叔对我哪哪都好。他不吱声，沉思了许久，缓缓开口：恒儿，爹爹自私，不希望你进宫，只想你留在身边，即便出嫁也能经常回来看看。我看着他的眼眸，心中猛地动容。娘亲去世的早，爹一个人把我和妹妹照顾长大，连外祖家都劝爹爹娶个续弦，可他怕我们受委屈，一直没娶。爹，他摆了摆手，只要你喜欢就好，爹爹会帮你。第二年，江叔的嫡长子诞生，100日后立为太子。我听到消息，愣了许久。此刻他的后宫依然只有林晋冉。上辈子我进宫后，江叔几乎专宠我一人，不少嫔妃在皇后面前抱怨我独占了皇上的宠爱。江叔不听劝，一如既往到我宫殿继续陪我玩闹，独宠我。听爹爹说，朝上大臣们谏言，广纳后宫。可1个月过去了，江叔远去通州治水。又过了几个月，江叔提前预测了儋州的瘟疫，早早在城中做好应对措施，避免了大祸。人人夸赞他，共同造化，责备苍生。这一年他忙于国事，依然没有选秀。第3年，牡丹盛开时，爹爹喜出望外地告诉我，恒儿，选秀名单下来了，有我们荣家。我迫不及待地跑了过去。爹爹，快让我看看。我急忙接过打开，出现的却是妹妹荣珍的名字。正午的阳光突然变得刺目滚烫，我手中的名单落地，心跳也停了一瞬。怎么会是妹妹的名字？眼泪不受控制的滚落。爹爹见我的反应，先是暗喜一瞬，紧接着安慰我，不进宫也好，爹爹早就给恒儿相看好人家。爹，让我替妹妹进宫选秀吧。爹爹皱起眉头，胡闹，皇宫里勾心斗角，你进宫去，恐怕连命都没了。他生平第一次斥责我。你妹妹我也会想尽办法让她落选。可很快又传来噩耗，江叔下旨，此次是最后选秀，往后不会再充盈后宫。我的脸霎时没了血色。种种迹象表明，她也重生了。从她开始在簪花宴上唤我容大姑娘，到后来做了前世不属于她的功绩。只是这次她选择避开我，忘记承诺，足足让我等了3年，到头来却是妹妹的名字。小丫鬟送来的补药被我失手打翻，我憋回眼泪，抓住爹爹的手。爹，我嫁。进宫选秀之人，唯独妹妹留在了宫里。我也不知道江叔是不是故意的。爹爹叹息一口气，无奈道，只要你妹妹好好的就行，宫中就2位娘娘，也少了勾心斗角。你妹妹也是聪慧的，不必过于担心。顿了顿，继续道，与你定下婚约之人，过几日也会去参加宴席，你去偷偷看一眼，若不合适，我们就退婚。我折断一截树枝，小声问，他叫什么名字？谢从南。婚期定在了下月。我再一次参加宴席，许是得知江叔也重生的缘故。再见到高位上笑意盈盈的他，不免觉得虚伪。又出了宫殿，爹爹说那人是个少年将军，生得虎背熊腰，抱头环眼的，不怎么好看。我焦急地来回踱步，身后传来一道压低却粗犷的声音，荣恒姑娘。我抬眸看去，不就是我先前把他帕子扔湖里的那人？你……他倏地笑了，眉梢上沾了暖意。我是你未婚夫，谢从南。我轻声呢喃了一遍他的名字，扭头就走。爹爹到底是个文人，对武将一直带着偏见。谢从南明明生得挺好看。回到宴席上，我没看见妹妹，有些担忧。恍恍惚惚过了上午，也无心在此听他们说笑。突然一个小宫女走到我身边，行了行礼，容妃娘娘想见你。我跟着小宫女出了宴会，前往另一个宫殿。这条路无比熟悉，是我上辈子的交房殿。等我看清座上之人是林晋冉时，还是悄悄攥紧了手掌。他头上戴的鎏金牡丹花头钗，是前世江叔亲手送我的定情信物，另一半头钗在他的太沉殿枕头下。我抿了抿唇，林晋冉让我走上前，他眼里闪过一丝嘲弄。你的小名叫阿恒？我愣了下，往日只有江叔会这么喊我名字，连爹爹也不曾这样喊过。我矢口否认，这不是我的小名。是吗？
可昨天皇上宿在本宫的宫里，念了阿衡的名字，我瞳孔骤缩，缓缓跪在地上。许氏娘娘听错了，她现在是有权有势的皇后，若是暗中打压妹妹，我不敢想。遂颔首低眉，补充道：下个月臣女就要嫁人了。她把玩着手中的玉镯，然后从掌心不小心跌落。寂静的宫殿里响起了清脆的碎裂声。这可是御赐之物，荣家小姐何故摔断？去宫殿门口跪2个时辰。我咬紧牙关，走到门口跪下。午时的阳光最毒。我恍惚地想起前世林晋染薨逝后，江叔一整日都没处理奏折，手里紧紧攥着一缕青丝。半夜抱着我入睡，却在梦中一语：晋染，是朕负了你，都是朕的错。晋染，晋染，朕悔了。醒来，眼角还残留泪水。可我心大，从未当做一回事，甚至暗自庆幸林晋染薨逝，下一任皇后就是我了。直到我去世，都是贵妃的头衔，而后位也一直空悬。原来她最爱的一直都是皇后。什么海棠红，从不是她江叔喜欢的颜色，而是林晋染喜欢的。前世他对我的宠爱是假象，而这一世的妹妹又是个幌子。他知道我头脑简单，又讨厌自己的妹妹，故意把妹妹的名字写上去让我嫉恨。我的身体从小到大都很健壮，进宫前也从未受过伤。重生后，寻来的每一位大夫都说我没有暗疾，而他也有过子嗣。林晋染去世后，后宫中再无皇子公主出生，那他是不是为了给林晋染的孩子铺路，一直给我服用避孕的药？是药3分毒，难怪前世的自己30几岁就去世了。死后，他还假惺惺地与我同葬。我抬头望着红墙绿瓦又十分熟悉的宫殿，笑了，眼泪止不住滚落。江叔从来都不爱我，他替林晋染算计了一切，却不能让我和他拥有个孩子。不知跪了多久，双腿麻木的没有知觉，膝盖处钻心的疼。身侧闪过一抹明黄衣角，我费力抬头，是江叔，可他不曾看过我一眼，径直进了殿内。两人的说笑声传来：皇上，这荣家小姐摔碎了您送的镯子，臣妾就罚她跪上1炷香时间。她在撒娇。江叔宠溺地摸了摸她的鬓发，她向来骄纵，偶尔一罚也没事。林晋染紧紧握住江叔的手，不过这荣家小姐似乎已经定下婚约，婚期就在下个月。江叔脸上的笑微微凝滞。是吗？时辰到了，荣家小姐可以离开了。我费力挺直膝盖，刚要站起，脚底传来刺痛的麻木，又跌跪回去。双手扑在地上，掌心被细碎的石子划出小伤口。我咬着唇，反反复复几次，才艰难地站立，膝盖处传来一股密密麻麻的疼，险些又跪下去。最后是妹妹身边的宫女扶起我。往后我再也不要纠缠她。我一瘸一拐地往宫门走去。黄昏时分，拉长我的身影，却不知身后何时多出一道影子。我擦干眼泪，前方立着一个人，是谢从南。他面色严肃，眼底却闪过一丝心疼，快步到我身侧，将我拦腰抱起。我委屈地念着他的名字，谢从南。他没说话，抱着我共乘一辆马车。身后向来冷静倨傲的帝王却悄然攥紧了手。上了马车后，我沉默不语。谢从南不知从哪翻出一瓶跌打药，做事要给我涂抹。我突然抓住他的手，错愕了一下。他的手掌又大又宽，指上生着粗糙的茧。男女大防。他失笑了一声，我在军营都里操惯了，心急忘了，失礼了。我松开他的手，可膝盖传来阵痛，脸色又白了几分。许氏看着下人，谢从南又说一句：抱歉，失礼了。然后扣住我的腿，搭在他的腿上，手上抹上跌打药，隔着蟹裤揉搓起来。我顿时浑身僵住。他的掌心十分炽热，温度源源不断传递过来。你……谢从南认真地给我揉搓。我抬眸望向别处，若不及时治疗，以后落下病根，每逢阴雨天就会隐隐发痛。听他的话，我没再反驳。膝盖处的刺痛渐渐缓解，我惊奇地看了他一眼，只憋出你真厉害4个字。他垂下眼眸，继续揉搓，手上的力道却放轻了许多。
你对我还满意吗？我愣了愣没反应过来，以为他问的是手法，忙不迭地点头。满意满意。他笑起来，眼睛里仿若盛满星辰。我家中父母身体健朗，还有个年幼弟弟，你嫁过来也不用管理府中事宜，想回家看看，我陪你。原来他说的是这件事。我抿了抿唇，也不打算拒绝这门婚事。行。他手下突然用力了些，我呜咽了一声。谢从南，仔细点。他傻傻地笑着应了声。到了荣府，谢从南又抱起我下了马车。我紧紧搂住他的脖子，鼻尖不经意间蹭过他的脸颊。他的喉结突然滚动了2下。荣恒姑娘，我转过头，看见身后不远处站立的江疏。他站得笔直，从容的脸上看不出异样情绪，可手中却捏着玉佩来回抹撒。这是他慌乱时习惯性的动作，但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我也重生了。我收回视线，进了荣府。我爹听大夫说我膝盖上青紫的痕迹，气得写奏折要弹劾皇后，真是太过分。对不起，恒儿，爹爹让你受苦了。我爹用袖子挡住脸，偷擦眼泪。爹爹，不怪你，都怪我自己是个蠢的，看不懂人心。一旁的谢从南拱手行礼，荣大人，请放心，回来前我已替荣恒姑娘涂抹了药。爹爹瞥了他一眼，你早日回家去。谢从南看了我一眼，耳根发红，将跌打药递给我。每日1次，很快就会好。我直视他，道谢，方才谢谢你，不然等我独自回府，说不定真的落下病根。没事，那晚辈先走了。他笑得一脸不值钱，高大的身影旋即落入黑夜中。爹爹叹息一口气，小心翼翼地询问，你觉得他如何？特别好，爹，我愿意嫁他。爹爹挺直身子，他如今21岁，刚刚好，家里人员也简单，不用明争暗斗。我闷闷地嗯了声。那妹妹呢？你妹妹向来是有主意的，她早就捎来信，一切安好，不用担心。自己前世能在后宫活到30几岁，全都靠江疏给的宠爱。即便被人陷害，她也会无条件的偏向我，从不惩罚。若真让我斗一斗，指不定死得多难看。恒儿，好好休息。次日一早，谢从南的弟弟谢从玉拎着东西就来了。他和谢从南有几分相似，不过笑起来甜甜的。荣恒姐姐，这是我哥哥让我偷偷递给你的。我打开一看，是同心锁。我哥哥他也是从军营听来的，姐姐若是不喜欢，我送回去便是。我揉了揉谢从玉的头，那你回去告诉他，不用，我很喜欢。他瞪大双眼，真的吗？我点了点头，拿起一块点心塞进他手里。好吃的。说话间，爹爹身边的小厮慌张地跑了过来。大小姐，陛下来了，老爷的意思是让你闭门不出。知道了，我不会出去的。此刻我不想看见江疏那张脸。我拉着谢从玉继续吃点心，他像个话匣子，一直说关于他哥的糗事。我哈哈笑出声。荣恒姐姐，等你成了我嫂子，我还可以继续和你说哦。好啊，荣恒姐姐要给我当嫂嫂喽。话音未落，视线里闯进挺拔如松的身影。江疏她进来了，手中的糕点落地。短暂一瞬，我慌张地捡起，拉着谢从玉上前行礼，臣女恭请陛下圣安。他命人带走谢从玉，屋中只剩下我与他。江疏认真地注视我，昨日是皇后的错，朕已惩罚她，这已经不重要了，陛下。他愣了愣，在掌心摊开一对小巧的耳饰。赏赐。我故作欢喜地接过，他似乎松了一口气，原是故意试探我。果然还记得我最讨厌的就是耳饰。上辈子进宫后，因为被德妃养的猫抓破耳垂流血，我再也没戴过耳环。既然如此，那朕先走了。我扶了扶身，恭送他离开，转头就让小丫鬟把耳环当了，得来的钱买些喜糖瓜子回来分了吃。临近婚期，我再也没出过门，安心的绣好准备送给谢从南的谢衣谢裤。这尺寸还是谢从玉偷偷告诉我的，着实没想到他生的腰窄肩宽，腿长手长的。大婚之日，八抬大轿，敲锣打鼓，我恍恍惚惚地进了谢府，心跳得好快。
下轿时，谢从南握住我的手，附耳低语：“不必紧张。”可他掌心的湿汗比我的还多。我嘴角弯起一丝笑意，了一声。哦，老大娶媳妇了。来宾一阵喧哗吵闹，我也跟着放松起来，手持却扇步入喜堂。右侧的宾客很安静，我好奇地偷瞄了一眼，居然是江叔。他怎么会来？江叔抿了一口茶，视线突然在空中交汇。我挪开视线，望向身侧的谢从南，他看着很紧张，笑得嘴角都僵了，缓缓对我作揖，上前轻轻拿开雀扇，露出我的面容。今日是我最喜欢的梅花花店珍珠妆。头顶的呼吸停滞了一瞬，又急促起来。我笑意盈盈地抬头看他，谢从南抿了抿唇，眼眸中漾着水光。爹爹一脸欣慰地望向我们，司仪扬声喊道：“一拜天地。”在我看不见的地方，江叔猛地站起身，死死盯着我额间的梅花花钿。他终于意识到我也重生了。我总是习惯性地画上6瓣梅花花钿，却点缀着蓝色花蕊。我也懊恼自己，居然忘了上辈子的自己央求过江叔替我画过一次梅花花钿。他还取笑我，哪有人家是蓝色的花蕊？你独一份。拜堂间，江叔已然捏碎手中茶盏，鲜血混合茶水顺着指尖滴落。身侧的太监立刻察觉到不对，尖细的嗓音在一众欢声笑语中格外突兀：“皇上，您流血了。”场面忽地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噤若寒蝉，唯独谢从南笑嘻嘻地牵住我的手。眼下已经拜堂成礼，娘子，我先送你入洞房。谢从南的话音刚落，江叔嘴角泛起一丝讥讽的弧度，深沉的眸子里情绪翻滚，一字一顿道：“荣恒，你骗得我好苦。”我全当没听见，进了新房。谢从南与我相对坐，说话磕巴：“我先出去招待宾客，一会儿过来。”房中备了几种糕点，小丫鬟过会儿送来你喜欢的食物。他无措地抠了抠衣袖，我点了点头，偷偷亲吻了一下他的脸颊。谢从南整个人都开始泛红，匆匆跑了出去。一会儿见，屋外又开始吵闹。小丫鬟进来与我说了外面的情况。将军他被灌了不少酒，正喝得兴起。我捏了块糕点吃着。夫人，您说那位大人什么时候走啊？他说的是江叔吧？我若无其事地吃完糕点，随他去。屋外黑夜笼罩，吵闹声少了许多。谢从南步伐稳健地走来，见我已经吃了不少东西，明显松了一口气。娘子，喝锦酒。我饮完，他的脸上蔓延出红晕，看得我口干舌燥。我先去沐浴一番。一想到接下的事，我没有来得感到紧张，咽了咽口水。半个时辰后，谢从南身穿一件单衣回到里屋，我也卸了珠钗，洗漱完毕，坐在床边，听着咚咚咚的心跳声。你……他已握住我的手，俯下身亲吻，轻的浅尝辄止，又缓慢加深力道，毫无技巧可言。蜡烛。许是我的语气带上了撒娇的意味，谢从南怔了一下，起身剪灭蜡烛，只留床边一盏。我扣着他手臂上的肌肉，听他在我耳边低喘：“娘子，联系联系我吧。”一夜荒唐。我忘了他正处于血气方刚的年纪，不太适应。他搂住我的腰，耳尖羞红。我转头与他对视上，小声问：“你昨晚为何哭泣？”他附在腰上的手一顿，挪开视线。没什么，一会儿该起床去敬茶了。他几乎是逃离般下了床榻。谢从南这种情况我也是第一次遇见，好生奇怪。我与他一道去敬茶，婆母和公爹都很喜欢我。公爹处理公务去，婆母拉着我说提几话。从南不好的地方你直说便是，他脸皮厚，不怕说。我点了点头。谢从南找了过来：“娘，没什么好说的，往后我会仔细些。”我望着他笑了笑。下一秒，小厮进来禀告：“夫人，宫里来人了。”我下意识地想到江叔，跟着婆母一起去了花厅。好在不是江叔身边的小太监，是一名宫女。皇后娘娘说，今日申时，想与将军少夫人叙一叙。少夫人，您的妹妹容妃娘娘届时也在。我勉强地回以微笑。林浸染，她想干嘛？跟着谢从南回到院子，我失神了一路。
他揉了揉我的头，别担心，我会在宫门等你。我不是担心他害我，只是觉得奇怪。等我进了皇宫，林静冉没来，妹妹也没来，来的却是江叔，他的手掌包扎着纱布。我俯身行礼，江叔笑得讥讽，从前你见我，从不会行礼。我抬头，定定地看着他，他眼中流转着我看不懂的情绪。皇上唤臣妇过来，所谓何事？既然你也重生了，为何不来找我？我嗓音淡淡的，因为这一世，我想过另一种生活。话音刚落，哗啦一声脆响，他轻扯下嘴角，手中的佛珠摔在地上，一颗颗崩散开，最后归于平静。阿恒，朕大可随意按个罪名，将你的夫君关押。你若回到朕身边，朕可以既往不咎。我笑道，你不会，因为太熟悉了，深知他不会为了一点情爱放弃整个国家。谢从南上辈子就是个战功赫赫、安边定远的大将军，连江叔处理奏折时都在夸赞他的功绩。皇上就当重新来过，不曾记起。我已嫁人，往后各自安好。他有一瞬的慌张，你在气朕违背了承诺，没能给你皇后的虚名。此刻我真是气笑了，往日怎么没觉得他如此自大呢？陛下，忘了吧，我无法原谅他故意将妹妹纳入后宫，却什么都不给她。我转头就往宫门走去，突然一道声音喊住我，姐姐。我惊喜回头，是妹妹。她没瘦，过得似乎也悠闲。我摸了摸她的脸，嗓音艰涩，过得还好吗？我总害怕因为我的缘故，皇后暗中欺压她。她笑得开心，在这过得挺好，皇上不来，也不用给皇后请安，我还养了只大黄，过得舒坦。我用力点点头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先出宫了。我出了宫门，才发现衣袖里藏着一道平安符，大概是妹妹偷偷塞给我的。怎么笑得这么愉悦？看见谢从南那一瞬，心也跟着安稳落回。我冲上去抱住他，道：见到妹妹了。谢从南紧紧抱住我，爽朗大笑，也不知他笑什么。隔日一早，圣旨抵达谢府，契丹在边境徘徊，派谢从南前往边疆戍守。我抓住他的手，低声问：此去要多久？他弯唇揉了揉我的脸颊，很快。可上辈子这一战足足打了几年才停歇，伤亡惨烈。我心中涌起酸涩，带我也去，好不好？他依然笑着，只是有些无奈。我不在家，你若觉得无聊，回家去住，陪着岳父，好吗？我不要，我怕他受很重很重的伤。谢从南，你带我也去，我一定不会妨碍你。我快忍不住掉眼泪了。他抱住我，头垫在肩上。没事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我这么厉害，肯定能活着从战场回来，等我好消息。粗糙的指腹抚过我的脸颊，我点了点头，心中却有了主意。好，转头替他收拾好包袱。晚上我缠着他，他许是为了安抚我的情绪，也极力配合。等他把我送回荣家，前往边疆，我又偷偷跟上他的队伍。可我还没走几步，后颈一疼，晕了过去。再醒来，我躺在马车里，对面坐着江叔。我紧张的后挪一步，他没看我，淡淡开口：醒了。我缄默不语。随即他扔给我一块边疆地图，上面画着军队标记。我震惊地问：你打算御驾亲征？是。那我怎么在这里？他端起一杯茶，扶了扶上面的茶叶，飘起的白烟遮盖住他眼里的情绪。因为你蠢。他早就猜到我会跟着队伍。我垂下眼眸，江叔，你可以讨厌我，但不能因为我们的事牵扯谢从南进来。他蓦地笑了，你怎么知道我不会杀了你？我愣了下。阿恒，他有什么好？我攥着地图，脑子满是谢从南的傻笑，无比真诚。他从不会骗我。江叔身体一颤，转头望向我时，眼中已经恢复正色。可他给不了地位，也给不了权势，我都不要，我只要他。我展开地图，仔细回忆上辈子关于这一战的细节。我不想谢从南受到伤害。沉思时，一块玉佩突然出现在眼前，是我上辈子最喜欢的玉佩，
喜欢到半夜起床，从江叔的龙袍上偷下来。我皱眉不解，你这是做甚？他带着一丝讨好，送给你，你最喜欢的玉佩。我不需要。阿恒，你明知晋冉活不久，不用气恼，往后的时日我陪你。我眨巴眼睛，上辈子临晋冉薨逝时，太子约莫4岁。如果真活不到那个时候，江叔这辈子又只有太子一个子嗣，那岂不是妹妹可以捡走，太子抚养？我按下心中雀跃，我也不需要你陪我。他直直地盯着我的脸，试图从我脸上找出异样情绪。你不是最爱我的吗？江叔，我们早就缘尽了，别再纠缠。马车外传来一道声音，陛下，我们已经和谢将军的队伍会合了。我心中大喜，扔下一句我只喜欢谢从南后，跳下马车，直奔谢从南跑去。谢从南见我跑来，轻轻责备了一句，胡闹。我才不在意，紧紧抱住他的手臂。不远处，江叔静静伫立着，不知看了多久。江叔凭借上辈子的记忆，部署好城中防守，制定好作战计划。白天，我在城中带着妇女上山采药，晚上就挤进谢从南的房间。城里的人都知道我是谢从南的夫人，他每次都故作无奈后，又把我紧紧搂在怀里。谢从南，我想生个孩子，因为喜欢，所以才想要个孩子。他神色温柔，喉结滚动了下。行，不过要等这一战结束。我笑嘻嘻地蹭了蹭他的后颈。有了上辈子的记忆，这一战打得非常快。3个月之后，契丹选择求和，谢从南跟着江叔前去谈判。我站在城墙上，整颗心都提了上来。城墙下，两两对峙着，可惜听不见说了什么。将士们突然爆发一阵欢呼，我急忙跑去城门。谢从南和江叔向我走来，下一瞬，箭矢从空中飞来，杀！我亲眼看着箭矢射向谢从南。谢从南顿时浑身冰凉，周遭声变成一阵嗡嗡，大脑空白。直到江叔中箭，嘴角溢出一丝血，我才回过神，奔向谢从南，紧紧抱住他。城墙外又是厮杀，原来江叔早就命人埋伏，笃定契丹有变。谢从南捂着肩膀上的箭雨，咬紧牙关还安慰我，没伤到要害，没事。眼泪无意识掉落。对了，陛下，我满眼都是谢从南，早就忘了同样中箭的江叔。转头看向一侧吐血的江叔，他察觉到我毫无爱意的眼神，紧紧攥着剑柄，眸中的光彩一点点退散。另一只试图抓住我的手，被我不着痕迹地躲开。快叫太医！谢从南，我不许你有事。你要死了，我就带着肚子里的孩子改嫁。刚说完，一模一样的话落进耳里，一道惊喜，一道绝望。你有孕了！谢从南惊喜地搂住我，往城中走去。江叔却惨白着脸，不可置信地呢喃着：对，我有我们的孩子了，谢从南。江叔绝望地盯着我，停在空中的手微微颤抖着。阿恒，你在骗我对不对？可我从不骗人。江叔猛地吐出一口血，用力咬紧嘴唇，踉跄了半步。怎么？话没说完，扑通倒了下去。契丹最后还是求和。江叔一直昏迷不醒，梦中的他也在痛苦的抑郁。大军还驻留边疆，谢从南在安抚受伤的将士。直到某天，江叔突然醒来，赤着脚跑进人群，满脸悔恨地祈求我：阿恒，我后悔了，原谅我，好不好？我摇了摇头，坚定地告诉他，我不会原谅你，也无法原谅。江叔带着大军凯旋而去，路途遥远，谢从南选择等我胎相稳定再回家。大夫说我身体强壮，不必担心，可他还是发愁，事无巨细地照顾我。谢从南吻了吻我的额头，悄悄地说：娘子，从你把我帕子丢了的时候起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他满脸期待地注视我。真的吗？其实我知道，但我故意不说。等我与谢从南回到谢家时，听说江叔回来后因半夜看奏折，又吐血晕倒，此刻身体十分虚弱。听说林晋冉衣不解带地照顾他，却被他一把推开。朕不该立你为皇后。他辜负我的情谊，但我却不希望他死。
整个国家很多事都需要他来决策。谢从南进宫后带回来很多小孩子的玩具，是陛下赏赐的。我摇了摇手里的拨浪鼓。谢从南突然冲我眨眼睛。我觉得陛下很喜欢我们的孩子。江叔会喜欢。顿了顿，继续道，不过我会装作不知情。我对谢从南招了招手，他立刻走过来，主动亲我。阿恒，我喜欢你，往后有他就够了。江叔再也没选秀女，依然勤政爱民，独自一人处理奏折到深夜。每每回望空荡荡的寝宫，仿佛又看见了荣恒在各个角落陪着他，对他埋怨今儿个哪个嫔妃又得罪了他。心脏仿佛被一只大手攥住，闷闷的痛感传来。江叔下意识地抓住荣恒的手，眨眼间化为一缕空气。他麻木地动了动指节，又见荣恒柳眉一皱。好你个江叔，又偷藏我给你绣的香囊，我不管，今日必须找到。闻言，江叔扔掉奏折，在宫殿开始四处寻找。进来的太监见皇上的癔症又发作了，习以为常地站在一侧打着哈欠。等我找到，阿恒就会原谅我，原谅我的。江叔看着蜡烛，满眼的爱意，尾音低沉又绵长。阿恒，原谅我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荣恒眨了眨灵动的眼睛，道：好啊，不过眼下要处理完奏折。江叔恍若一语，阿恒原谅我了，原谅我了。一句话惊得太监睁开眼，却没过多反应。看守的人几乎每晚都能听见这句话。反正等到白天，皇上又会恢复正常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